大家晚上好，让我先去处理一下我们的这个发个推去，咱们要正点开始啊！我这儿是整整的8点，诶，什么情况？再来一次 Discord，走你啊！好，开始今天的直播。这个美国最近确实是稍微有点乱啊，这个也很正常。川普也好，这个叫做谁也好，这个马斯克也好，肯定都是就不是那种老好人型的啊。这个恨他们的人或者跟他们有一定矛盾的人还是比较多的。你好啊，这个最近学习分布式系统，对比了一下豆包、Gemini 和 GPT 整理笔记的功能。豆包，我是提供什么资料就归纳整理，不会有任何扩展补充。其实要的就是这个，对吧？Gemini 会胡说八道，对，这个它会加东西。这个 GPT 呢，它是这样的，就豆包我也试过，豆包呢有的时候虽然不会给你多东西来，但是说话很啰嗦。GPT 呢还算是比较言简意赅，或者说总结归纳的这个恰到好处吧。Gemini 确实是喜欢瞎编啊，另外一个喜欢瞎编的是千问。今天问豆包一个问题，好吧，这个就没法整了，这个你不要难为人家，对吧？晚上好，晚上好。好，咱们今天的直播呢，其实还是两个故事啊，这个只是这个两个故事呢，可能都是跟 DeepSeek 相关。为什么是两个 DeepSeek 故事呢？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还是要先把这个就是它的技术稍微讲一讲，对吧？然后呢，再去讲一下这个 DeepSeek 创新相关的事情。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讲第一个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 DeepSeek V3搅动风云的事情。那么 DeepSeek V3到底先进在什么地方？这个我在这一段时间呢，也看了一些人的介绍，甚至也看了一些人的视频，对吧？尝试用人话来讲清楚，还是很困难的，是吧？有一些人很扑克脸啊，上来就把论文念了一遍，底下一堆人在那评论说有听没有懂。咱们呢尽量避免看这个事情，想办法呢用举例子和讲故事的方式呢，让大家能够稍微的了解一下 DeepSeek V3到底干了点什么。对吧？但是呢，这个里头就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例子跟故事呢，有时候不一定准确，所以呢，我们尽量的传递，让大家呢可以对相关的概念有一个感性的认知。跟大家先讲一故事吧，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理解待会儿我要讲的故事大概在什么层面上了。说爱因斯坦啊，在晚年有一次去参加美国的一个慈善晚会。然后呢，就来了一位盲人，说：“您看啊，这是个盲人啊，这个你能给他解释一下什么是相对论吗？对吧？说从来也没见过任何的光，也没有见过任何的这个，什么数据啊，就是我就没见过任何东西啊，你告诉我怎么叫相对论？”然后这爱因斯坦想了想说：“这个相对论呢，就是相对的啊，就是黑的跟白的，你能理解吗？”这个盲人说：“我生下来就是盲人啊，我没法理解什么是黑的跟白的。”说那你想想，有一只那个大鹅，啊，大鹅你知道吗？说这个鹅是白的，说我从小就是盲人啊，我没见过鹅。说鹅有一个长长的脖子，说你能想象吗？那个盲人说，哎呀，我从小是盲人，我没见过鹅，也没见过什么叫长长的脖子。他说这个鹅那个长长的脖子是可以弯的，他说怎么弯呢？说来我给你比划一下，你把这个手伸出来啊，这个手伸出来啊，然后呢这是直的，这是弯的，说你懂了吗？然后这个盲人说，哎呀，我好像已经懂了啊，什么是
脖子是直的，是弯的啊，我们也能够想象一下什么是鹅了，甚至呢，我都觉得我理解了什么是相对论了，对吧？所以今天有很多的故事呢，可能是按照这个力度跟大家讲的啊，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比爱因斯坦还是稍微差一点点，大家也肯定比这个盲人的理解能力要强。首先呢，要讲啊，DeepSeek 呢，它是一个 MOE 的模型，这个 MOE 呢，叫做混合专家模型啊。这个混合专家模型的概念呢，是1991年，叫 Jeffrey Hinton 跟这个叫Michael Jordan 这两个人提出的，发表的论文，91年就提出来了，对吧？这个 Hinton 老爷子是今年还去得了诺贝尔奖的这个老爷子这个所以这个混合模型专家是非常非常早就有了。然后从17年以后，谷歌开始持续的使用这种 MOE 的模型，去推出各种的产品，直到目前为止 Gemini 也是 MOE 的模型就是这种叫混合专家模型，跟它对应的就是那种密集模型像这个咱们用的 Llama 就是这个 Meta 做的这套东西都是密集模型，还有 Cloud 也是密集模型。OpenAI 的 GPT 到底是什么呢？不确定这个不知道，因为它没有公开，大家猜测它是 MOE，但是呢，他自己既然不说呢，也就没办法去说它什么。现在呢，比较有名的 MOE 模型第一个是法国的叫 Maxtra，对吧？这个是微软投资的，然后法国的 OpenAI 或者叫法国的 ChatGPT 叫 Maxtra，他们呢是比较有名的 MOE 模型。然后另外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 MOE 模型是谁？就是马斯克 XAI 里边用的 Grok 1、Grok 2都是 MOE 模型。然后 GPT-4呢，就是大家猜它是但是他自己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然后 GPT-4O Mini 呢，最近微软泄密了，写了篇论文出来说这个 GPT-4O Mini 只有8B，也就是80亿参数的一个模型。现在呢，大家普遍猜测 GPT-4O Mini 是一个 MOE 模型，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专家可能是8B，最后呢可能是7×8B 或者8×8B 这样的一个模型。这个因为单纯的8B 模型是不太可能达到 GPT-4O Mini 这样的这种回复能力的。然后 Gemini 的话，现在确认是在 1.5 以后的版本肯定是 MOE 然后前面的不太好说。然后国内呢，其实很多模型也是 MOE 的，比如说 Minimax 他们呢号称是中国的第一个 MOE 模型。然后今天我们要讲的 DeepSeek 也一直在搞 MOE， 就是 DeepSeek 从 V1、V2、V2.5 到今天的 V3，实际上都是 MOE 模型。通义千问就是阿里的这套模型的话，是在 1.5 以后的版本引入了 MOE 的架构，它里头就是有一部分是 MOE 有一部分不是。然后01万物的就是李开复的这个模型呢，是到后面Lighting 这个模型应该是一个 MOE 模型，应该是从 DeepSeek 的这个架构转过来的因为李开复的01万物在早期的是使用的 Llama 的架构，后面的使用的是 DeepSeek 的架构，然后腾讯的浑源大模型也是个 MOE。这个豆包的最新的模型已经转型向 MOE 了，就是豆包早期模型不是，现在最新的已经转到 MOE 去了。百度的文心一言呢，号称的是 MOE 或者说采用了类似这样的架构，但是这种完全不开源的项目，你就听他说就完了，这个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事情。然后 DeepSeek 本身的发展历程是什么样的呢？2023年这个 DeepSeek 当时出的这个模型叫 DeepSeek Code， 就是做编码的。然后呢 ，DeepSeek V1 这个模型呢，当时其实并没有大张旗鼓的去发布，所以呢，没有说DeepSeek V1 到底是哪天发布的DeepSeek V1 的模型呢，算是验证了 MOE 模型的一个架构。到2024年的5月份呢 ，DeepSeek V2 这个模型就出来了，在 V1 的基础上呢，参数量扩大 ，DeepSeek V2 呢就已经在当时国内的各种模型里边算是能打的了。至少比文心一言比其他这些还是要能打很多的然后到2024年的12月份 ，DeepSeek 呢就出了 V2.5 这个模型进行了大量的优化以及提速。
DeepSeek 2.5出来以后，其实在国内的各种应用上，很多人就会去使用了。原来国内，使用这个就是普通人去用的时候的话，如果不是说是这种系统集成签单的，说我必须要用谁家的模型，原来很多人会去喜欢用通义千问，喜欢用这个叫做Moonshot，也就是Kimi 后边那个模型啊。后来呢，到2024年12月份，大家就普遍的开始向 DeepSeek 2.5上去转了。然后到2024年12月26号，也就是上边那个2.5模型发布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 ，DeepSeek V3的模型就出来了。那么 DeepSeek V3的模型到底创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前面那么多的中国模型，国际上基本上呢都没有什么响动啊，就是甭管是通义千问还是什么灵异万物啊，也在四处打榜，也在四处刷排行榜，但是国际上基本上没声音。为什么呢？因为你拿别人的模型架构，甚至是用别人的大模型生成的数据回来训练，这个没有对底层架构做出任何贡献，即使是在中文方面有一些进展，也不会引起关注的，也不会有人来重视你。但是呢 ，DeepSeek V3就不一样了，国际上各个大厂的专家们就发现了，他们对 MOE 模型做了很多的改进，对吧？使得这个模型的训练成本、推理成本都急剧的下降啊。那么他们觉得，哎，这个确实是值得大家去学习一下，值得大家去研究一下。所以DeepSeek V3是在国际上炸出声音来了。而且 DeepSeek V3呢是真正的开源模型，对吧？它不像 Kimi 啊什么这些模型，我是闭源的啊，我就自己在这儿闷头干，到底好不好使，我反正评测完了就这样了，其他的我不管了，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 DeepSeek V3开源了啊，论文也发了，这个代码也在 GitHub 上，Hugging Face 上都有，有谁愿意去折腾这个事儿，你们自己就下载去试试，我不管了，对吧？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现在呢，很多人都在尝试部署。DeepSeek V3呢，对于 MOE 架构所做出来的调整，很多人呢也开始在尝试在自己的架构中使用，对吧？你就像前面我们讲的，李开复的灵一万物，发现 DeepSeek 的模型很好，他就直接把人的架构用到自己的 Lighting 里边去了。那么未来肯定也有很多人继续做这个事情。现在呢，甚至还有人在尝试微调 DeepSeek V3，这个其实是一个挺麻烦的事情啊，后边我们再去详细的讲。那么 DeepSeek V3到底对于 MOE 模型做了哪些改变呢？它呢叫细颗粒度专家模型。传统的 MOE 模型是什么样的？就是上面有一个路由网络，然后下头有若干个专家，每次呢调用1个或者2、3个专家，然后把问题解决掉。比如说像前面我们讲的这个 Grook 或者是 Mixtra 这样的模型呢，它一般是8个专家。对吧？然后呢，每一次调其中的2个专家解决问题，而 DeepSeek V3的话，它就把这个专家变得很细碎。它呢，一共在模型上分了61层啊，首先是分层，然后呢，前3层呢叫密集的多层感知机啊，这个咱们就不用去管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大家这么去形象的理解它吧。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它像什么呢？像医院门口那分诊台啊，你说我现在要看病了，我到底要看哪个大夫啊？这个就在前3层给你处理掉，说你应该从哪儿走啊，上哪儿上楼啊，上哪儿下楼，然后呢，先去做一个什么检查，然后再上哪个大夫那儿这个去看病啊，然后呢，上哪儿去拿药啊，他去给你做这个分诊。这个前3层是要干这个事的，后边呢是58层。这58层呢叫混合专家层。每一层呢有一个共享专家和256个路由专家，每次共享专家都会参与这个路由专家呢启动8个，也就是一共是每一层是257个专家，一个共享专家256个路由专家，对吧？每一次干活的时候是一个共享参加一个共享专家和8个路由专家一起干活，所以呢，它是每一层有9个专家干活。对于所有的输入数据来说呢，相当于什么呢？它会激活9乘以58等于522个专家，但是不是每一次都会这样啊？它有的时候，比如走了几层以后，发现这个结果已经可以用了，就直接把这个结果输出了。
如果说走完这一层以后发现结果不可以用，它就走下一层，就是走到头就是58层啊，522个专家为我们服务，得到一个结果。咱们还是以医院为例吧，就是咱们倒回去，对吧？这个如果在医院里头，我们使用像 Cloud 这样的这个密集型模型，相当于什么呢？它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专家，我们甭管得什么病，有什么问题，我就坐这儿啊，我问你说这个我应该怎么治这事儿啊，他就给你去解答啊，这个类似于这样。那你说 Mixtra 或者是 Grook 他们是怎么干活的呢？它呢 Mixtra 是32层啊 ，Grook 是这个64层，每一层呢有8个专家。你前头分诊也是要干这个事儿啊，干完了以后呢，你到每一层去，他们的这个动用2个专家来替你服务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方式。Grook 也是这样啊，每层8个专家啊，每次动用2个。那么 DeepSeek V3呢，它就跟刚才这个状态就不一样了啊，为什么呢？你想它是门口分诊啊，这个大家都要干，然后后边呢，它分很多层嘛，就相当于说我要问诊、检查、开药、上药、手术、康复，等于58层，我们基本上这么去理解。这个前面也分层啊 ，Mixtra 是32层 ，Grook 是64层，都要去分层。然后每个环节跟层级之间呢，就相当于有一科室。原来人家是这个 Grook 也好 ，Mixtra 也好，是每层有8个专家，对吧？给你挑2专家会诊一下就完事儿了。现在不这样了啊，到这个 DeepSeek V3 这不这样了，它相当于每个科室里头啊，做了一个分诊护士啊，就是它这个叫做通用专家啊，啥都懂点儿。然后呢，有256个实习生啊，你说256个，你再管人叫专家有点不太合适了啊，太多了，对吧？然后每次来了这个病人之后呢，你先走到这个科室去，到了科室以后，分诊护士要过一下手，然后呢，再分配8个实习生过来会诊啊，会诊完了以后，看看你是不是需要到下一个环节去，比如说检查完了说没毛病，滚吧，对吧？或者检查完了啊，去开药吧，啊，再检查完了，你开完药还得去这个上药啊，或者还要做个手术，还要去做康复，它得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这么往下走，这就是 DeepSeek V3 干的活，对吧？原来是每层还是有专家，现在等于每层上了一大堆实习生啊，所以呢，它对于这个训练成本和这个推理成本就急剧的下降了啊，这是它的整个架构上做的一个重大贡献吧。然后他们做的另外一项特别大的贡献是什么呢？叫多头潜在注意力机制啊 ，MLA。原来呢是叫 MHA 啊，就是叫多头注意力机制。这东西什么意思呢？原因很这个东西也很简单啊，就是我们每次像 GPT 也好像任何这个大模型写一句话进去啊，输入了一个东西，然后呢，它会把这一句话啊，这个分拆啊，分拆成很多段，每一段呢去来决定说，哎，我到底应该是在说什么。然后把这个多段就变成多头了啊，就是注意力我们要多头。比如说我今儿说了一句话，明天我们一起去吃炸酱面吧，比如说了这个，那么明天啊，我们啊一起去吃炸酱面，对吧？然后那个比如说8，然后再写个问号，对吧？这就可能分成这么多头。他拿着这些东西干嘛使呢？拿着这些东西呢，要进行匹配。说我到底应该让哪一部分知识，哪一个专家来给你干活来，对吧？我要把它拆吧。那么怎么匹配呢？啊，在这个大模型的空间里头呢，它是一个矢量空间，对吧？矢量空间就是，如果你只有一个坐标的时候，就在一条线上，2个坐标是一个平面，3个坐标就是一个空间，对吧？但是呢，在这个大模型的这个空间里头，它可能是512个坐标，或者是1024个，有的是2048个坐标，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种空间啊。那么它把所有的知识放到这些空间里头去，我们拿着一句话把它拆成一大堆头了，然后把每一个头呢也在矢量空间里去做映射，映射完了以后呢，找到这个多头所映射的这些点，每一个点离他们最近的这个位置啊，你们到底要去回答什么东西，然后再把要去回答的这句话拼出来，而这个实际上就是大模型干活的一个事情，啊，这就是大模型干活的一个过程，包括咱们前头讲了啊，要去分诊啊，要去把这个一句话的这个内容分到不同的模型去干，你到底分给哪个模型干呢？它也是要靠这种矢量空间去分，
对吧？找离你这个矢量空间里最近的那几个点，来，你们这几个专家去给我这个或者实习生去给我干活去，对吧？他就是这样去干的。那么在这个里头就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数据在拆开了以后呢，它会形成一个叫 KV 对 Key and Value 啊，就是一个是键值，一个是里头的数值。那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拆分的过程啊，我把它拆成了一个，比如说1024个维度的这样的一个坐标，那么这个 key 呢，就是一个1024个数，对吧？这个坐标肯定是由1024个数组成的嘛。value 比如说是吃炸酱面啊，大概就是这样。那么我到那个里头找，哎，这个离这个点最近的8个专家啊，你来干活来啊，去处理一下吃炸酱面的事情，对吧？这叫 key value。那么大家发现了一个问题没有？1024个整数啊，那很大的呀，对吧？它这个事情啊，在这个 MLA 里头，就是说叫多头潜在注意力机制里头呢，他们把这玩意儿做了个压缩啊，就不会再有1024个整数，然后再对应后边那个吃炸酱面了。然后至于怎么去压缩降维这个事儿呢，说实话啊，咱也没看懂。但是呢，可以给大家举例子啊，这个或者讲个故事吧。这个你想，它如果前面这个数变少了，原不是1024个了，然后比如说我就变成一个数，那肯定你在每一次进行比较的时候，每一次进行这个内存里边去存的时候，就会极大的这个提升比较速度，降低内存占用空间嘛。那么它呢干的活其实有点像什么呢？这个咱们讲一个我去新加坡的故事吧。就是我那时候去新加坡啊，经常找不着地儿啊，一问你们在哪儿啊？几条街，哪个街，哪个路啊，哪个号啊，对吧？后来人家那个新加坡的坡县朋友跟我讲了啊，说你不要这么去问路，对吧？在新加坡不是这么问路的。我说那怎么问呢？他说啊，这个新加坡有一种非常有效的地址压缩方式，就是邮政编码啊。新加坡是每一栋建筑有一个这个邮政编码。每一个邮政编码呢，也就对应一栋建筑，所以这个呢，其实有点像 key 和 value。邮政编码就是这个 key，对吧？然后呢，这栋建筑呢就是这个 value，所以呢，你只要知道邮政编码了，你就肯定能找着它。我说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吧？所以大家把这个压缩的过程，就是 key value 压缩的过程，基本上可以把它看作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就是原来我记得是，这个哪个区啊，哪条路多少号，哪个建筑物，现在呢变成一个邮政编码，对吧？它就这么给你做压缩了，然后你要去找到它，也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对吧？而且是一一对应的。所有 key 跟 value 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一对应啊。如果说一个邮政编码对应好多个建筑物的话，那就不叫 key value 了。像中国大陆，因为邮政编码比较少，所以我们经常是一片地区是一个邮政编码，对吧？但是新加坡这种就是它每个邮政编码就一栋建筑物啊，所以呢，他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当然，像这个DeepSeek 呢，并不是说把这个一个矢量的空间就压成了一个数啊，但是呢，它压少了。原来比如说是1024个，现在呢压完了以后，比如剩64个啊，这个呢比较起来啊，去做这个叫做什么存储啊，都会提高很多的效率。那你说这两个点之间算距离怎么算啊？这个咱们学过数学，学过几何，对吧？如果是二维平面啊，就是 x 方加 y 方，然后那边呢是这个 x1方加 y，这个y1方啊，只要是这俩数呢一减，对吧？然后如果这个数很小，就说明离它比较近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这个三个点的啊，三维空间呢就是 x y z 啊，那边也是 x y z，然后把这个东西都平方了以后，然后一减啊，然后如果这个数值很小，就说明比较近啊；如果是数值是0，那就说明这是在同一个地方，对吧？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计算方式。那么如果这个更多的维度，你就需要好多好多的 x y z 什么什么这样的坐标，然后都是平方，把它加起来，然后算出一个这个距离位置来啊。这个肯定是数越小，它算的越快，占的空间越小啊。这个是这一次 DeepSeek 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两个贡献啊，大家记住了。第一个是做的这个叫做很多很多的，就是他们叫做什么，就是我看看这个应该叫什么，就是叫细颗粒度专家模型啊，这是第一个贡献。
第二个贡献呢，就是叫做多头潜在注意力机制。所以呢，就是 DeepSeek，你说，哎，到底先进在哪儿啊？就是这两个先进度。然后呢，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记住我前面讲的这个医院看病的故事和后边这个地址变邮政编码的故事，就可以大概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了。那么下边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说这么好的技术啊，为什么不每个公司都用呢？对吧？Meta 你做 Llama 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用 MOE 呢？Cloud 你为啥不用 MOE 呢？对吧？这个技术这么好，为什么还会有人做这种叫密集模型呢？这个 MOE 它是有好多缺点的，咱们刚才光讲优点了啊。优点就是说你这个训练的时候比较省成本，推理的时候比较省成本，而且跑得很快啊。这 MOE 模型要比这个正常的这个密集型模型跑得要快得多啊。而且呢，它对于这个显卡呀，对于什么这一块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啊，比较适合于穷人玩这个东西。那你说 MOE 模型的缺点是什么？第一个呢，它对于存储的要求是很大的，对吧？这些模型虽然很多在干活的时候，这些专家没干活，但是呢，你也得给他个屋子，对吧？你也得让他这个坐在那个诊疗室里等着，哪怕现在没有病人，你也得在那儿等着。所以呢，他们特别耗地儿啊，这个是 MOE 模型的一个非常讨厌的地方。然后第二个讨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它微调非常麻烦啊，因为如果你要是做这种大的模型啊，就是做这种密集型模型，你是可以对它比较简单的进行微调的，对吧？但是呢，这个 MOE 模型呢，因为它本身的架构非常非常复杂，里头咱们就还是想刚才医院那例子吧，你有这么多实习生在里头做好了，对吧？你现在想让他们学习一个新技能，来咱们学习一下这个膝盖，对吧？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啊，而且学完了以后，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效果，这个事儿是比较难以预期的。所以呢，MOE 模型比较难微调。还有什么呢？就是负载均衡啊，这个咱就还想回刚才那个医院那故事，这个有的医生一堆的病人在那看他啊，有的医生没人理他，对吧？这个对于 MOE 模型来说也是很灾难的。他们希望呢，尽可能所有的医生也好，专家也好，或者实习生也好，都有事儿干，谁也别太累了，谁也别太这个闲了。但是呢，这件事情呢是比较难以控制的。有些医生他就经常遇到相同的这种问题啊，你就可能就都是他管啊，其他的医生可能我们就是治这个罕见病的，可能就很少有人过来。这个事儿呢，你是在设计架构的时候就比较难以去搞定啊。然后呢，MOE 模型的下一个缺点是什么？就是通信开销很大，对吧？你想它这么多的模型，又分层，又分专家，然后还需要各种调度啊，那么这块的话，它就会进行很多的计算机与计算机或者显卡与显卡之间的这个调度啊，这块是相对来说要慢一点点。还有呢，就是部署比较麻烦，对吧？像刚才我们讲这过程，你就知道这事部署有多费劲。你说我有一个大专家做的一个巨大的房子里头给大家看病，这玩意儿部署起来多简单，对吧？比如刚才我们讲的分58层，然后每层256个专家加一个啊，这256个实习生加一个这个会诊护士，对吧？这玩意儿多费劲，你还得盖多大的楼，然后把他们塞进去，对吧？这个部署很麻烦。然后呢，最后有一个 MOE 模型比较难以避免的这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现在很多的大公司不愿意用它的一个核心原因是，这种小规模任务呢，容易出现过拟合啊。那有人问了，什么叫过拟合啊？这个老范你又在说黑话了啊。这个过拟合的意思呢，是小规模数据训练之后，在这个训练数据范围内效果特别特别好，这不是好事吗？但是呢，你一旦遇到新的数据了，超出数据范围呢，这个效果的这个波动就会很大，有的时候可能还不错，有的时候就会变得很差。这个过程呢，就叫过拟合。说还是听不懂啊？那么咱再讲一个故事吧，咱按刚才那实习生看病的这个故事，为什么我一定要强调这个是实习生，他不是专家呢？对吧？正常的学习咱们是怎么学的？咱们正常的学习呢，是学习基础知识，做实验、做练习、考试，循序渐进，这么学上来的，对吧？但你说，哎，我这做一屋子实习生啊，我们没有空给你做这样比较慢的学习了，那怎么办呢？这个实习生要看病了，那咱们干脆吧，分科目刷题吧，对吧？就跟这个咱们考驾照似的啊，上来有一个这个题目库啊，800道题，刷完了以后，到时候在考的时候呢，抽100道题考。
对吧？你只要是在这800道题里头抽出来的，那我肯定是考得好啊，而且我可以通过快速的刷题，我没准可能2、3天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题都刷好了啊，然后我就可以去考试考100分。因为大家知道考驾照这个事儿是100道题错5个以上就不及格啊，对吧？你至少要考到95分才可以去过关啊，对吧？那么这些实习生我们就用这种方式去训练他，在题库范围内表现都非常好。但是这些人一旦超出题库范围了，没学过呀，怎么办啊？不会了，他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过程就是过拟合，对吧？他呢现在把这种模型缩的这么颗粒度的小啊，这么小颗粒度，所以呢，每一个这个小颗粒度的专家或者叫实习生，他们其实可以处理的问题是很少的，对吧？他们都是进行这种刷题紧急训练出来的实习生，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超出了一定的范围以后的话，它的结果大家就比较难以去处理。现在有很多人在去尝试使用这个DeepSeek V3，就是你用这个正常的东西跟他沟通和交流，让他写程序什么的，效果都很好。但是呢，一些比较偏门的这个语言啊，或者一些比较小众的语言，跟他讲完了以后，他会出现听不懂的情况，对吧？然后呢，你要求他去做一些比较复杂的、比较小众的算法的时候，它输出的效果也会明显下降，对吧？这个就跟我们每天上街去这个开车，对吧？像我开车肯定是个熟练工种啊，然后你让我去考交规，我现在可能未必考得过啊，我可能还需要再去这个刷一次题才能考过。但是我们跟这种真正的警察啊，或者说每天去执法的这个交警以及这些赛车手比起来，我们这个技术还是差的比较远的啊，所以它会有这样的这种缺陷。现在呢，就 MOE 模型跟这种密集型模型呢各有各的使用场景。MOE 模型呢是大规模多任务学习啊，就是我们任务很杂，什么都干一点点，什么都懂一点啊，这个有点像老范啊，这个老范就属于是什么都懂一点，但哪块都不是特别精通，对吧？然后呢，受资源限制的这种环境啊，因为你如果资源多的话，谁跟你费这劲 MOE 直接上密集模型就完事儿了，对吧？然后呢，需要处理多样化的数据场景啊，就是什么事儿都要去折腾一下。所以呢，这个 MOE 模型呢，很适合中国的一条道路，因为我们缺乏高性能显卡，也没有办法去搞这种高运算密度的集群出来，所以它比较适合，就咱们比较适合干 MOE。密集型的模型就是像 Cloud 呀，像这个其他，比如像呃 Kimi 的这个 Moonshot 模型，现在已经确认了是一个密集型模型，还有像 Llama 这样的模型啊，都是密集型模型。它呢就是单一任务同质化任务，这是他们比较擅长的。然后呢，高稳定性要求的任务是他们比较擅长的，计算资源比较充足的环境。而且密集型模型的话，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训练容易。这个你就想吧，刚才咱们讲这256个58层，每层256个专家这个事儿，那你要想训练这些人，刚才不是说，哎，咱们不是刷题就行了吗？对，但是呢，你要给58层，每一层256个实习生确定不同的题目让他刷，这个过程是很麻烦的，对吧？如果你说刷的题不对了，那最后他们就没有办法配合在一起，很好的去工作。我们要整个设计这个体系架构，这个事儿是很麻烦的，对吧？但是这个，所以这个就是 MOE 模型本身的训练，不是那么简单。虽然它训练成本并不高，但是你要去规划它的训练的这个进程，规划它的训练的数据，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你就想吧，我们给这么多的这个实习生，每个人出一套不同的这个题目，让他去刷题去，这事儿有多费劲？对吧？这是大家要去干的事情。那么密集型模型呢，就是我们只要有数据就开始生网啊，这个是比较容易的。还有一个就是密集型模型比较容易去做微调啊，因为呢，我就是训练了一个学生，从头到尾都训练下来了，那我在后边给你加一门课呀，或者什么的啊，你去微调一下，这块也比较方便。那么我个人的使用感受呢，就是正常的沟通和回答，基本上是可以达到 GPT-4o 的水平了。刷题啊，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测试题嘛，刷的肯定也是很高的啊。但是呢，一些比较偏门的东西，它有的时候还是会
咦，没见过呀，不会玩了，这个事情还是会发生的啊。这个GPT-4o 在这一点上要比它强一些啊。那么上下文的这个参数呢不太够多啊，这是现在我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它现在应该是 128K 啊。这个因为像我们使用这个GPT-4o 也好，使用 Gemini 也好，现在都已经可以达到就是每一次输入到100万到200万这个 token 进去了，所以呢，在这一块呢，这个叫做 DeepSeek V3还是要稍微差一些。目前呢还不支持多模态，据说是在开始做了。在国内呢或者资源受限的情况下，处理纯文本内容，包括编程或者说普通编程吧，DeepSeek V3呢应该已经是完完全全够用的一个状态。这就是今天跟大家讲的 DeepSeek V3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技术上的故事吧。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好，我来看看大家有什么留言啊。晚上好，晚上好啊，这个你好，不要叫范总嘛，没有那么现在就都是这个个人在家里头录节目了，又来晚了，不晚不晚。这个交易市场是个混沌系统，新的玩家在市场的行为同样会扰乱这个市场。量化交易其实是个悖论，噱头而已。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换方的量化其实还是比较赚钱的啊。就是它所有的这些混沌系统，就是很多的规律依然是可以去分析出来的。怎么看 OpenAI 奥特曼宣布已经达到了 AGU？现在呢，大家已经不再去谈 AGI 的事情，现在已经开始谈 ASI 了，就是已经不再是通用人工智能了，已经是超级人工智能，已经超越人类了。现在估计已经快要到了，因为 AGI 这个事儿已经没什么意思了。来了都点赞啊，好，欢迎点赞。这期话题好啊，感谢感谢。这个例子听明白了啊 ，DeepSeek 的 MOE 分诊就是这跟中医没关系啊，这事儿跟中医没关系。英国也是邮政编码，大概10几到几十个门牌号啊，这样的，除非新的高层公寓。反正新加坡、香港可能也是这样，就这种城市型的这种，应该都是一个邮政编码对一个建筑物的。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看来这个灌一堆故事下来还是比较辛苦的啊。诶，今天好像一个会员都没来，这是什么情况？没关系，没关系。如果没有什么多的问题的话，我就准备接着讲下一个故事了，对吧？这个今天是什么情况？是不是还真的是如此啊？大家就是没什么问题，完全没反应过来。今天原来已经周五了，是的，今天周五了啊，忙着加班啊，会员终于上来了。对，我说怎么没看到小扳手们上来呢？大地震，都在跑路啊？什么地方？哪儿地震了？在国内吗？地震了吗？好像银川还是什么地方在地震吧，但是我不确定啊，真的哪儿地震了？DeepSeek 出来有点时间了，可能就有点冷啊。这个其实好吧，但是我觉得前面讲的好多也是比较，就是一堆人在那念论文，然后念了以后大家都有听没有懂，这个事儿就没什么意思了啊。所以呢，我尽量用讲故事的方式让大家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啊，这个未必准确。在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会员频道里头，现在开始在做这个呃计算机基础课，也是在干这个事儿，尽量用故事的方式，让这个文科生们或者让原来没有接触过计算机的人们呢，对于这个计算机故事计算机的这个系统架构有一个基础理解。现在我们也在干这个事情。好啊，那我们下一个故事吧。既然大家也没什么问题啊，我们讲第二个故事。第二个故事是深度求索的创新模式可以复制吗？
对吧？做 DeepSeek 这个公司叫深度求索啊，这公司是不是可以复制？大家是不是都可以照这方向来啊？既然它能做出来，而且也让这个美国人愿意接受我们的这种智慧，对吧？也钦佩我们的智慧，这个事儿是不是可以再来一次？咱们已经不再是这个没有从零到一，对吧？咱们也在从零到一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贡献了。那么这个事儿能复制吗？首先呢，咱们要从换方量化开始讲起啊。这个换方量化呢，我其实跟他还稍微打过一点点交道啊。这个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原来呢是在2009年到2012年之间呢，就职于盛大创新院。盛大创新院呢，后来大概到11年、12年这2年呢，就开始分拆啊，分了很多的这个子院啊，其中有一个院呢叫多媒体院。多媒体院的院长呢叫陆坚啊，他呢是浙大的本科，后来到美国去读的博士，然后呢去了苹果公司，就是如果你现在用 Final Cut 用 QuickTime，这东西就是他写的。后来呢他在这个我们那里当了2年的院长啊，然后呢在这个离开盛大创新院以后呢是 LinkedIn 中国的总经理啊，现在应该已经进入半退休状态了。他呢是浙大的啊，浙大呢其实包括在杭州培养了大量的图形图像相关的这种人才。当时呢在做盛大创新院的这个多媒体院的时候，陆坚呢就带进了一大批浙大的学生，来去做各种的图形图像处理的事情。在2012年呢，盛大创新院解散了我也离开了，去了这个猎豹移动啊，这个大家其实老听我节目的人应该知道我的履历了。然后我记得应该是在15年还是16年的时候，有一次跑去杭州，找很多原来盛大的老同事去吃饭，因为好多人去阿里了嘛。吃饭的时候呢，就有一位老同事约了，哎，说你来了，我也吃个饭呗。这位老同事呢就跟我讲说，咱们这做个量化交易啊，说我们现在干这个事儿。但当时他们这种量化交易呢，还是私下里边做啊，就是也自己有一些钱在做一些，挣一些小钱，并没有公开去这个对外去募资啊，当时还没有搞这个事情。然后我印象里是在18年、19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公开的去亮相，说哎，我们开始做 AI 选股了用 AI 来进行交易决策了这个公司实际上就是换方量化所以换方量化里头最大的那个创始人就是占85%股份那个创始人，我没见过但是下边有一个占7.5%的这个创始人是我以前的同事，对吧？他们呢是从私下里头几个人去做，逐渐正规化，开始向外销售产品，实际上也就是募资嘛。他整个的换方量化的团队呢，也是一群浙大的算法天才凑一块干的这么做出这个换方量化这个公司来。这个换方量化的发展呢，它呢算是中国首支达到1000亿规模的量化基金。早期的业绩还是相当不错的，有几只产品呢达到了400%的收益率，就是你给他1块钱，最后出4块钱出来这个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到2024年呢，日子就没有那么好过了，对吧？因为换方量化里头有很多的这种基金或者有很多的产品是以中小盘股为基础方案的，因为你做大盘股你是做不动的嘛，你这个折腾了半天，你可能没有这么多的交易机会让你去盈利，对吧？你只能是在中小盘股里边去做涨做跌，你才有这种盈利的机会。所以呢，他们到2024年呢，有几只产品有10%的收益，但是呢，也有几只产品是以中小盘股为基础的，就直接亏掉了，大概亏了5%、6%左右的吧。我觉得以中小盘股就2024年 A 股的一个状态，只亏这一点点，他们已经很努力了现在呢，换方量化已经不是国内最大的这种量化基金了现在国内最大的量化基金都是玩大盘股的，就是已经是跟这个国家要一起往前走的这些基金他们才可以涨得更大一些。现在换方量化下的应该有几只500亿或者几百亿这样的产品还在跑着没有任何问题。然后换方量化下面的这个老大，他们呢就是对整个的这个技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2023年
成立了叫深度求索的这样的一个新公司。他们这个公司呢，没有什么资金的压力，因为换方就是投资方啊，就是这帮炒股票的人啊，做量化交易的人手里反正有的是现金啊，说我们投了就完事了，你也不用再去出去找钱了，对吧？也没有短期内的盈利目标，我也不是说做到哪天必须要挣到多少钱啊，也没有这种东西，也不需要出去跟人家显摆，因为很多的创业公司，你不断的要拿出业绩出来，是为了融下一轮的钱，他没有这个压力啊，说我们就是为了爱好，为了梦想，为了荣誉啊，去干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完事了啊，就是这么样的一帮人。所以呢，他们呢只做基础研究啊，那种既要又要不可取啊。什么叫既要又要呢？就是我又要做大模型啊，我又要去做这个行业应用，我又要去做 to C 的产品啊。这个国内其实有几家公司是这么干的但是对于这个深度求索，也就是 DeepSeek 这个公司来说，他们就做大模型啊，其他啥也不管。这个做开源啊，也没有 to C 的产品，他们倒是有一些 to B 的产品。他们在杭州嘛，在北京有一个换方的，不是换方，北京有一个深度求索的公司是在去接一些这个to B 的一些这个系统集成单子，还是在做的。然后大模型开源了以后，开放 API 这个大家就上那上面去用就完了，而且很便宜啊。他们呢是不做 APP 的坚决不做 APP。目前呢也没有多模态未来应该会做，所以是一个很单纯的公司。然后呢，咱们对比一下其他的公司这个什么叫既要又要比如说李开复的零一万物，一开始做开源，然后呢说不这个开源不挣钱我们要去做 to B 系统集成去。说这 to B 系统集成好像打不过别人，对吧？你很简单，你一个台湾人，你在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你想去接一些政府单，想去接这种单，多费劲对吧？这个就没法整。说那咱们去做 to C 吧，做了一个叫万知1万2万的万知识的知，做了这么一个产品。这种东西呢，你又没有流量，你跟这个豆包打，你根本打不过人家，对吧？别说他了，这个什么通义千问什么文心一言，什么文小言，这些东西都打不过豆包，因为人家有流量，你没有对吧？这个万知又做了一个，然后后面呢，开源也懒得做了，反正就在这一点点往前蹭，然后又号称拿了一笔钱，看他后边在做什么吧。这是李开复的零一万物，然后 Minimax 呢 ，to B 的业务在做，然后 to C 呢有一个叫 Toki 的产品就是这种陪伴型产品，然后呢还做了海螺，对吧？就是可以做这个文生图、文生视频这样的产品都做出来了这个 Minimax 呢就是 to B to C，他自己也有做 API 的这种都在做就是所有既要又要还要也要的这个就是他们，但是呢他这几块做的还可以不像这个李开复那个似的哪块好像都没开出花来。然后百川智能他们呢是没有这个 to C 的产品的就除了模型研发之外，剩下就是行业解决方案了，什么银行、医疗什么开始做这玩意儿了。然后智谱呢是这个模型研发、订阅和授权，剩下也是行业解决方案了，也是没有 to C 产品的。这个接跃星辰呢是模型订阅、行业解决方案，也有 to C 的产品。这个月之暗面也是全活这个什么都干。这个以上咱们讲这个呢，就是号称的中国 AI 六小龙就这6个。然后大厂呢，你做一些全活，这是合理的。小公司何必呢，对吧？哪个都不想放过，我 to C 我也要做，然后 to B 我也要做，然后模型我也要开发，开发完了以后我还要这个什么，出去给人家那个跑各种的跑分什么的都要去干，对吧？这个是现在国内号称的 AI 六小龙在干的活所以跟他们比起来DeepSeek 就要单纯纯粹的多，对吧？我就去做模型，然后我还在模型的基础上做各种的改进，改进完了以后呢，跟全世界的这个大模型的圈子里头一起去建立新的这个方向，建立新的标准，一起往前走这是他们在干的事情其他的这些月之暗面现在因为不开源嘛，不知道这个比如说通义千问。他们呢，早期是用的 Llama 的底子，后面呢就开始加 MOE 进来，然后像这个零一万物，对吧？早期也是 Llama 的底子用 Llama 的模型架构去进行的训练，后面的话其实是用 DeepSeek V2 的模型架构又训练了一个，他们那个呢叫 E Lighting 那个模型是叫这么一个名字，这个是国内反正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吧。然后
咱们回来讲这个 DeepSeek 啊，它的领导跟这个领头人是很重要的，对吧？这个人呢叫梁文峰啊，这个人我没见过，这个因为就是我那个以前的老同事是下面的一个小股东啊，呃，但是几个人他们都是技术，就早期的3个人应该都是技术啊，就是主要就是做这种研发的。实际上他们早期就是自己坐在这儿啊，整了点钱，然后自己去炒这个股票，完全是自用的一个东西。所以早期并没有那么商业化这个人啊。那而且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做量化很多这种人呢，是隐士大侠啊，就是他也不愿意出来跟你见面，对吧？他也不希望去跟你去谈很多事情，所以这个人在外边露面的机会也不多啊。我后来找了找，在网上找了2篇梁文峰的访谈啊，就是今天这个后边的故事呢，有很多是来自于访谈里边的信息。这个这些人呢，就是做量化的时候，一开始确实是比较隐蔽啊，而且呢，没有这个海外大厂经历。就是大家要知道，你比如说像国内的这些做 AI 的这个6小龙里头，有很多是有海外大厂经历或者海外名校经历的，对吧？即使没有的话，可能还有清华呀，还有很多的什么百度啊，或者是格林申通啊这样的国内 AI 大厂经历也是有的。但是呢，这个梁文峰就没有啊，就是浙大毕业了以后就开始，中间这段的这个生活就不太确定了，因为他也没有什么这个对外的这个披露出来啊。后面呢就开始做换方量化，炒了股票挣了钱以后啊，就去做 DeepSeek 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人呢，每天像极客一样去干活，或者像黑客一样去干活吧，也不怎么说话，每天就是看论文、写代码、参加小组讨论啊，也没有那么多的管理的事情啊，这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然后肯定呢，天才是必然的啊。这种黑客型的天才呢，在中国各个角落里头，还是隐藏了不少了啊。这个愿意为理想荣耀去努力的人啊，还是有的，有能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还没有钱方面的限制，这个呢就相对来说要难一些。因为我见过很多的，这种黑客型人才，但是呢，他们都是在为五斗米奔波啊。但是像梁文峰这样的，说又有能力啊，又有想法，还有钱啊，这个他就会做出像 DeepSeek 这样的奇怪的东西出来啊。然后呢，他在前面讲过一个很有趣的话是什么？叫务必要疯狂的拥抱雄心，且还要疯狂的真诚，对吧？他是这样去要求的。而这个话呢，是2023年4月11号，幻方在发布大模型的时候啊，他们说，哎，我今天要开始做大模型了，做公告的时候，引用的法国新浪潮导演特吕弗曾经告诫年轻导演的一句话啊，咱们再说一遍。务必要疯狂的拥抱雄心，且还要疯狂的真诚，对吧？这种人啊，他们能够在钱财无忧的情况下，做出一些让人大吃一惊的东西出来。然后这个，因为幻方前面也是在做 AI 的大模型，就是在 ChatGPT 出来之前，他们就在做，所以早早的呢，囤了10000张的 A100。这个幻方他们应该是全国除了大厂之外，唯一的一家手里有10000张 A100的这个公司。你想 A100这个东西刚出来的时候，$10000一块，10000张 A100，那就是$1亿啊，对吧？这个他手里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资产，还是非常非常吓人的。那么招聘方面呢？因为这个老板自己并没有那么说，哎，我一定是海外留学、大厂工作，然后做过什么东西，他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呢，他在招聘这块也对这块要求的没有那么重啊，所以他招了很多的应届生回来，要求的是什么？第一个要是感兴趣，你要喜欢这事儿，你要不喜欢就别费这劲了啊。第二个，除了喜欢之外，还要什么呢？要有基本功啊，基本功一定要扎实。所以呢，他要求的第一个叫热爱，第二个要有能力完成项目。你不能说我光喜欢，但是我做不出来，这事儿不行啊。所以他们招聘基本上是以这个标准为去招聘的啊。当然现在也有很多的什么清华北大的人被招进去了啊。原来呢可能主要是浙大的人稍微多一些。他们的创新呢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创新，不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创新。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做不同的这个
分工，而且他们不需要去提前分工，比如说你去做数据标注，他去做哪块，谁去跟什么东西，没有这个。每个人呢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路径去做事情。像前面我们讲那个 MLA， 也就是说叫多头这个隐藏的这种模型吧，或者说这个方法叫多头潜在注意力机制啊。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很年轻的研究员啊，应该非常非常年轻，他就提出来完了以后说那试一下呗，对吧？谁都可以提出要求来，那试一下。然后试的时候呢，发现哎有点效果，对吧？那么有了效果之后，分配算力资源啊，那么咱们就开始继续往下做。就是当大家初步验证成功了以后，就会从上而下的再投入资源。这个呢，其实很像原来这个美军搞的那套东西啊。美军说，这个司令部里边这些这个长官他是不了解前线情况的，所以怎么办呢？让这个小团队出去，你们现场侦察，然后向后边要各种支援。你说我要空袭，我要导弹，我要这个空投，我要资源，我要撤退，我要叫人叫急救，对吧？后边人只管给支持就完了，或者给他们各种信息，然后让他们到前头去打仗的人来决定这个仗怎么打。这个是在美军海湾战争以后决定的一种工作方式吧。这个 DeepSeek 也是使用的这样的一种创新模式，对吧？像其他的都是啊，这个是老板啊，这个是这个老大，他有经验，他一定说了算啊，下边人啊你就只管干活就完了，你们都是螺丝钉啊。这个DeepSeek 在这块是有很大差异的。然后DeepSeek 还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很意外的挑起了价格战啊。在 DeepSeek V2 发布以后呢，他们就进行了大规模的降价，100万 token1块钱人民币啊，这是当时他们给出的价格。这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这事儿呢不能赔钱啊，就是当大家来去用我们的这个算力的时候不能赔钱啊，但是呢也不要求赚很多的钱啊，这个不用求暴利，稍微赚一点就可以了啊。所以呢这帮人核算了一个成本，就直接把价格扔出来了，也没想到这个整个的行业会对于这个价格这么敏感，对吧？没想着会有人跟进啊，然后智谱马上就开始跟啊，然后将一个很小的模型降价了。大模型呢还是比较贵的啊，因为智谱其实还是小龙嘛，6小龙的小龙，就是它还是融资干活的，对吧？这个钱没有那么丰富，但是后边字节的豆包大模型就直接跟进了啊，全线降价，包括后面的百度的这个文心啊，以及这个谁呢？阿里的通义千问都在大规模降价，对吧？直接就把价格拉下来了。所以呢，这个里头 DeepSeek 就由此得名，叫 AI 领域里的拼多多，砍一刀嘛，对吧？但是呢，这个 DeepSeek 就说了，说我这价格我是挣钱的，对吧？我虽然挣的不多，但是我是有利润的，但是其他的这些大厂呢，就是赔本赚吆喝的一个状态了。那你说中国是不是有很多的聪明人可以来做这件事情，对吧？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有大智慧的，有的是小聪明的。那你说我们现在讲，DeepSeek 这帮人，他们算大智慧吗？对吧？在我当时看他们去做这个，叫做量化软件的时候，再去做量化交易的时候，我想这些人就是一帮小聪明，对吧？然后，这个说个实话，就是如果当时他们在做量化的时候找我去要投资的话，我应该不会投他们，对吧？即使现在可能有一些这样的人找我的时候，我应该也不会投啊。这个咱们要实话实说，这种人跟我的性格没有那么搭调。那么这种大聪明跟这个这种大智慧跟小聪明，它是跟性格有关系吗？其实我觉得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没有那么大。这个东西更多的是跟环境有关系，就是在大的这个环境要求你必须要为五斗米去思考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去变成小聪明。当他们衣食无忧的时候，就可以去追求自己的大智慧。而且中国人还很多，对吧？在这么大的基数下面，总会有一些大智慧的人获得合适的环境，或者说有一些聪明人在获得了合适的环境下，可以去展现他们的大智慧，对吧？这是我觉得中国在这块比较强的地方。智慧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对吧？也没有说中国人就只会从1到100，不会从0到1，没有什么原创性的创新。
啊，这个事儿我是从来不信的。只要做出有价值的贡献，别人根本就不会因为你是中国人就歧视你或者怎么样，没有这事儿啊。就算是在海外做出最大贡献的很多人，其实都是华人，很多也是从国内培养出去的人啊。所以智慧本身是不要想高低贵贱的这个事儿了。中国人的聪明人比例是不是比较高呢？首先啊，这个说法呢政治不正确啊，这个大家的这个种族之间是不应该有这个差异的啊。但是呢，中国因为文化传承跟生存压力的问题，这个会更加的重视教育，所以更多的中国孩子在很小的时候承受了非常非常严酷的或者叫残酷的非人的教育压力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对吧？中国的文化传承是什么？自古以来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对吧？或者是士农工商，一旦成为士了，你连税都不用交。咱们接受了几千年这样的文化教育，所以啊，我们知道说，任何人只要是稍微家里有口吃的，一定要送孩子去上学，不能耽误他。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生存压力非常非常大，动不动就是输在起跑线上。所以我们的孩子自小接受的这种教育都是可能对于老外来说，他们就直接告你虐待了，都是这样的这种教育方式压力长大的。那么最终产生聪明人的比例自然就高一些，对吧？可能大家生下来没有那么大差异，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甭管你能不能成才，甭管你有多聪明，我们都去用巨大的教育压力把它压一遍。可能很多国外的人也很聪明，但是呢，人就快乐教育，开开心心的吃喝玩乐，混了一辈子也就出来了。但是中国可能稍微有点能念书能力的人啊，都被我们的教育体系给塑造成了一个可造之才吧。那么这几十年啊，这个生活环境信息流动肯定还是发生了巨大改变的。可以做自己喜欢事情的中国聪明人肯定会变得更多一些啊！咱们甭管怎么说，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这些就是我们能够获得的资金、资源、数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多过啊！这个事儿大家还是要去承认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活得那么苦大仇深，对吧？像 DeepSeek 这帮人，就是他原来我做量化的时候，我挣着钱了，那我就可以去追求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我是见过很多聪明的中国人的啊，因为原来我们去做盛大创新院的时候，是聚集了很多很多的聪明人在一起。这个里头跟幻方又有一点相像啊，幻方是炒股票，自己手里就有一堆钱；盛大创新院是做游戏公司，手里有一堆钱，说来我们去追求一下梦想吧，啊，也是如此的一个状态。而且很多公司里边还窝藏了一堆的扫地僧啊，就是他会解决很多的很细节的、很具体的问题。那你说这些问题为什么大家老觉得这就是一个工程上的改进，不是一个从零到一的改进？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人没有聚集在一起，没有让他们自由的去追求他们自己想干的事情，对吧？所以他们就只能成为扫地僧，而不能成为像 DeepSeek 这样一鸣惊人的东西。社区里边，因为我参加很多很多的技术社区啊，这个里边也有很多为爱好和梦想而努力的人。有些人呢没有那么好的环境，但是也在努力。比如说那些独立游戏的开发者，那些开源软件的创作跟维护者，我们是见过很多的。说我喜欢这个事情，我就是愿意做这个事情，然后我真的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这种人挺多的，对吧？然后我曾经有一个以前公司投的项目啊，那个是一个游戏公司的 CEO，对吧？那也是一个很强的 Tik，对吧？自己的这个游戏做的不怎么样，每天在 Unity 社区里头揪着人家 CTO 扯淡，对吧？讨论最新的物理引擎该怎么做，然后那个 CTO 还经常的跟他之间相互的启发，相互的这个去促进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我呢很尊重这种天才啊，但是这种人不是一个好 CEO。也为什么说这种案子就是那个案子原来不是我投的，虽然是我们项目里边的案子，但不是我投的，所以我也不会去投像那个 DeepSeek 这样的公司。这个当社会有一个基础保障的时候啊，就这些人呢就会更大范围的存在，而且呢有可能会创造出璀璨的成就出来，就是它是有一定的偶然性在里边的。
那么对于不同的环境呢，就应该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对吧？有些人说我想挣个快钱啊，有些人说我现在钱挣够了，我想追求点梦想，这个呢都无可厚非啊。总有人问我说，哎，我现在想投资，我有笔钱，我应该投什么好，对吧？因为我原来做过投资人嘛，所以有人去来问我这个问题，或者说，哎，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们那个需要投资，然后让我来投，你看看这项目行不行啊？也有人给我做这样的咨询，然后我给的答案一般都是一样的啊，什么呢？第一个，你准备投多少钱啊？然后你对于回报的预期是什么？多长时间回报啊？挣回多少钱回来？这是你对回报的预期。然后再往第三个是什么呢？你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是怎么样？这个钱如果就没了啊，或者是如果就亏进去了，你是不是愿意承担这件事情？那么绝大部分人啊，回答了这三个问题以后呢，这个投资就黄掉了，他们压根儿就想不清楚，我到底这个对这个投资的预期是什么啊，或者说我到底能够承受什么样的这个风险回来啊，这个其实是很难回答的。那么离钱近的人，或者说我要挣快钱的人，做工程，对吧？然后找到清晰明确的这个路径啊，然后呢定好目标，直接冲上去，寻找可以融资或者让公司价值上升的人和团队。为什么很多人说我一定要谷歌挖个人回来，我要到百度挖个人回来，我要到字节挖个人回来？因为这样的话，你相对来说比较好忽悠投资人嘛。投资人绝大部分是不懂的，对吧？一看到这个人的履历，哦，这个好厉害，我要给钱，对吧？都变成这样了。那把这些团队凑起来以后呢，拼执行力啊，实际上也就是内卷了。然后寻找漏洞、细节，不断的完善，卷死其他所有人啊，这就是我们要快速挣钱的这个团队要干的事情。那么还有些人说，我钱挣够了啊，或者说钱一时半会儿不用太担心，对吧？我只需要这个追求梦想就可以了。那么这些人呢，心思就会更单纯一些啊。在小说里边有一个名词叫做见心通明，对吧？我这个心里头只有见，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对吧？他就可以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当然，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追求啊，这个里头没有谁对谁错，也没有谁高谁低。我们也不要去笑话这个中国 AI 六小龙这些企业啊，你说是既要又要，对吧？是没有做任何创新，模型架构就直接抄人家的，别笑话人家啊！大家只要自己的逻辑自洽了啊，说我就是要去做一公司，我要把估值做上去，我要对投资人负责，对吧？然后我要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一些有趣的东西出来就可以了。对吧？这个事儿并没有什么问题啊。那你另外一帮人说，哎，我就是对于回报没什么要求，我就想慢慢去做这件事情，对吧？这个也是可以的，没有谁对谁错啊，这一定要注意。那么深度求索的未来会怎么样？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这个人怕出名，猪怕壮，这个一定是如此的。因为呢，资本已经盯上他们了。原来呢，可能他们可以潜伏在水面之下，大家看不到它，对吧？大厂呢会快速的抄袭迭代他们的架构和模型，这个一定会如此。啊，不用等美国人开源啊，中国人开源了以后，其他中国人也会自主创新、自主研发的。对吧？挖人是必然的。这个小米刚刚1000万年薪挖的这个叫罗弗利的人，就是这个 DeepSeek V2的一个主要贡献者啊。这个至于小米1000万年薪把它挖回来以后，是不是能给小米带来什么？这个我们拭目以待啊。不一定。然后中国呢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名字叫什么？叫黄埔军校，对吧？百度就是推荐算法、自动驾驶这块的黄埔军校。啊，你说我做自动驾驶的，原来从百度出来的啊，大家就心里会干这个事儿。盛大呢，原来是盛产大量的游戏人才，而金山呢是早期大量的软件人才都从这儿出来的，对吧？那么路径清晰，想要做同样的事情，最简单的方式干嘛？去挖人啊，对吧？把这个做过的人挖回来，这事儿不就搞定了吗？所以深度求索的技术呢，一定会快速的随着源代码的开放以及人才的流动，普惠到中国各大 AI 厂商里边去。而深度求索自己呢，未必最后能够挣到钱，对吧？这个我要跟大家讲清楚。跟大家讲一故事吧，就是李开复早年做这个创新工厂的故事。当年李开复招聘了大量的他们叫娃娃兵，也就是没有毕业的这些硕士，因为他当时在就是四环北边，就在中关村附近那边嘛，所以呢，他有什么北航的呀，这个清华、北大的呀，什么好多这样的硕士啊，或者是本科生就在他那儿干活啊。其实创新工厂实际上最开始的
两拨人啊，一波是李开复，比如从谷歌里边带出来的人，然后另外一波干活的人就是这帮娃娃兵。后来等李开复开始有一定名声之后，这个他们的整个的办公室就被各大互联网公司进去疯狂的洗，慢慢的就分崩离析了啊。就是当时我们就干过这个事儿，坐在那个创新工厂楼下的咖啡馆里，然后挨着个给上门打电话，来一个一个叫下来面试，就这么干，而且是分几摊这个同时上4、5个面试官，然后在咖啡馆的不同的角落里坐着，然后下来叫人面试，只要聊着还可以的人，3倍薪水，你来不来吧？对吧？这个当时我们是干得很疯狂，而且干完了以后，就是当时盛大干了一次，然后后边的各大厂都去干这个事情，因为呢，我们发现李开复把这帮娃娃兵训练得非常好，每一个人都是心中有火，眼中有光，对吧？有梦想，而且呢，执行力还很强啊。当时挖了好多人那种回来，效果非常好。李开复呢，后来经历了人才流失，然后呢，有些项目挣钱了以后呢，就回购，所以李开复的创新工厂就是有很多项目最后其实也没有挣到钱，对吧？这个还有一些项目呢，就是最终被大厂给挤没了，对吧？这个因为最后进行这种残酷竞争的时候，他这些相对来说比较书香门气的这个团队，还是挤不过这个不要脸的大厂的啊。这个，那么希望呢，这个深度求索可以在资金充裕的情况下继续的去进行探索和尝试也只能这样的希望。我没法期望说深度求索这个公司未来成长成一家非常巨大的这种大厂最后能够挣到很多的钱，这个事儿呢，我是不抱期望的。希望经历各种风风雨雨的过程之后不要把心态搞崩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呢，很多的时候这个人员离职或者是项目这个失败或者是有些项目，明明挣钱了，但是呢又不愿意跟你分利润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呢，出来以后的话，这个创始人的心态会崩的。这个大家还记得原来中国这个做女子长跑那马家军吗？他那个创始人叫马俊仁，对吧？他最后也是被手下的队员去背叛，最后实在伤透了心去干嘛？去养藏獒，是对吧？养人养不好，我一定要养一个最忠诚的东西，养藏獒我养狗去了，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那么是不是还会有很多深度求索这样的公司隐藏在水面之下呢？会有的，而且会越来越多，对吧？AIGC 时代，大公司的优势其实没有那么大了，更多的个人和小团队可以调用更多的资源、数据以及算力，做出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出来，对吧？你像我现在也可以自己坐在家里头，使用各种搜索引擎，使用各种的大模型去进行工作。那么这个我交的钱实际上也就是1个月$20给了 OpenAI 了，然后豆包还是免费的，对吧？那么我现在可能真的是一个人相当于一个团队在干活了那么我也可以做出一些可能别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出来。那么有了基础的社会保障之后，从小接受残酷学习训练的中国人，做出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的概率，肯定要比其他地方的人大得多这是我的一个结论。而且中国人本来就多。最终呢，咱们要给这一个故事下一个结论，就是会不会有深度求索这样的创新模式被不断的复刻？我的结论是这样：深度求索的创新模式是不能复刻和模仿的因为为什么？这个事儿是没有办法刻意的去学习的因为你一旦要去刻意学习什么东西，你就是有目的的，而这种目的的话，跟刚才我们讲的深度求索的这种研发方式，它是相互矛盾的你一定是目标很明确，就应该像这个 AI 六小龙那么干活，什么都沾一点点但是呢，会有很多很多类似的团队，还是潜龙在渊就是大厂你学这东西你是学不了的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小团队在不定在哪个角落里哪个旮旯里头在做一些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哪一天就冒出来了，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可以去期待的。好这就是今天的第2个故事。来，我来看看大家在说些什么。
DeepSeek 其实也是被逼出来的，如果显卡资源充足，估计也不会琢磨这条路。这个是这样的。而且像 DeepSeek 这个方式其实很适合中国团队。银川昨天到今天上午5次了，很多人跑外地了。我在银川，这个好吓人。深世科技，不过我看到国外反响还挺不错的，反而国内质疑声音比较多。国内其实也还好啊，量化这些人炒美股嘛，呃，我估计未来应该也会去吧。这个问题不好提问呀，好吧，那我就自己讲着开心就好了。很棒的资讯好吧。我问豆包他说不是 MOE。我今天问豆包，豆包讲的是这样，就是现在在跑的新的豆包是 MOE 了，就是原来的豆包不是，就豆包中间是转过一次型的。前2天还看了别人问为什么中国 AI 四小龙有6家公司，但我连有哪4家都不知道，数来数去也就是豆包和通义比较出圈。豆包和通义都是大厂，你不能跟他算，对吧？豆包是字节跳动的，通义是阿里的。我们讲的6小龙都是新公司啊。英伟达会不会滞销？不会的。这个随着这种模型出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大模型，对吧？这个用的人多了，肯定这个英伟达还会努力的往前跑。今晚的话题有点不好提问，对 DeepSeek 不熟，这家公司除了便宜一直没有什么大的消息出来，好吧？第一个故事完全插不上话没事没事，看来我这个讲的还是不够好浙江丽水、宁波这边很多原来做配资老鼠仓的公司，后来找了很多浙大学物理、数学的年轻人去做量化，几组人 A/B 测试，不断优化优胜劣汰算法，赚了很多钱。后来被大券商发现以后，朝廷全都给捣毁了。是的，因为今年呢，其实是证监会对这些量化公司做了很多的重锤一锤一锤接一锤。而且呢，现在量化很污名化，对吧？一说这个，为什么股票跌了？因为量化，你不说这个为什么股票跌了？因为经济不好嘛，对吧？如果经济好，为什么这个股票会跌呢？人家也希望在上升的空间中这个去挣钱，对吧？没有人说一定要让你去跌的，人家的目的是挣钱啊。老浙大的人相对比较低调，做事儿多一些，是这样的。像我们以前因为我在的公司，像盛大也好，猎豹也好呢，就是用清华北大的人其实不多这个确实层次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所以我们比较喜欢的人才是浙大的，然后北邮的以及哈工大的，对吧？北航、北理工的也不错这个清华北大的人真的用的不多。从 DeepSeek 故事里看出，似乎 AI 时代公司的业务模式有点变化，自下而上的前进有了可能性。其实这套模式近期震撼世界的还有俄乌战争里的乌克兰，前期劣势和经验不足的情况下，靠放弃一线顶住了俄罗斯这块就没有那么了解了。你们国人以前说过吃草可以活3年，这点小事不算什么这是什么东西？这个有人这个小班子，没有星星的小班子，没收了。离岸人民币7.31了，新年额度释放集中购汇会不会反弹？你向哪边反弹对吧？我是年前买了一批这个年后还没想呢，是不是再去买一些？
你们国家的人说瘦死骆驼比马大，你们是天朝上国之类的话，这是你们是谁们啊？对，这些都是这个，哎，抵制东，抵制西，现在谁都不抵制了。我们现在讲中美友好了。我今天在看Databricks 的技术高管架构，有一个 CTO，两个CTO，工程副总裁，Field Engineer 副总裁啊，首席架构师，这些人有啥区别？这个不好说啊，每个公司真不一样，这个里头没有一定之规，要看他们具体怎么去合作。现在的盛大游戏和盛趣游戏还有关系吗？盛大游戏后来卖掉了嘛，现在就应该是盛趣了嘛，就是盛大游戏已经没有了。马将军是被背叛啊，那么巴西大国民工是忠诚了，哎，这个不能这么讲啊。巴西大国的在巴西的这个民工的话，我觉得那个就是奴役啊，没什么好说的。创新故事是这样的，这就是一个创新故事。这个感谢一个老范推荐，文石 Note X3 Pro 用着挺好。我现在已经用文石 Type C 了啊，叫 T10C 啊，是彩色的了，就是我现在已经又更升级了。对，前面有个知黑啊，以后碰到知黑直接把他的评论删掉。呃，说搞出奇奇怪怪的东西，可能很多有点正确废话啊，说是几率更大，那就大概率不正确了。对比人口，搞出不少是还是不多啊。这个我觉得首先几率肯定是更多的，因为我们从小受教育的这个环境，受教育的压力，肯定要比这个其他的种族可能要大得多啊，这块肯定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中国人里头稍微能读点书的，都会被我们9年义务教育，再加上高考，然后后面的这个大学，现在还要再去考研，这个过程逐层的筛选出来，对吧？那么筛选出来的这些人的话，相对来说，肯定这个成为技术人才的比例还是要比其他的人多的啊，这是要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基数更大，比例更高，所以最后出来的东西一定会更好。博通做的是 ASK 芯片啊，它做的不是 GPU，这个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我觉得创业就是要手来了就能干活的新人，只能带一点点，这个就属于比较功利主义的方式嘛。量化是什么啊？这个你到网上去查吧。浙江丽水宁波赚很多钱，其实有很多是玩非法集资的神话了啊！这个事儿，你说他们在这个换方没有开始对外募资之前的话，你说他是不是非法集资？他也是啊。这个里头就最后有一些人可以转正，有一些人没有了。一直说量化操纵股市啥啥啥，量化成交量才占多少，啊，这个还是挺大的啊。就是有一段时间，咱们的 A 股成交量已经跌到4000亿以下的时候，就是量化基本上躺平的这段时间。所以就是中国的 A 股还是需要量化的，没有量化的话，那成交量太难看了。我还是坚持以前的观点啊，随着模型的优化和芯片性能的提高，最终大部分的 AI 功能，就应该在客户端上运行，才会普及开来啊。这个我倒不太认可，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更多的应该在云端运行啊，不应该在客户端运行。说个事儿24年原神流水跌了快一半，可高兴死我了。原神都多少年了，对吧？它等于新的那个叫，反正新的几个游戏没接上棒嘛，所以它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游戏公司就是这样，做一款吃3年啊，做不出来饿3年，这个是很正常的。
这些人的区别感觉问 AI 呀，这个我觉得没必要问 AI 也是没什么用啊。这个很多的公司里边有自己的阶级斗争，有自己的爱恨情仇，所以这个是没法讲的。最后的时间用了一次，感谢。这个等你以后什么时候再回来，我们啊充上会员，我再给你把这个班子挂上。咱不兴量化啊，我虽然不懂，但感觉很高大上啊。这个其实也没有那么高大上了，挺好挺好啊。这个很多花招都是被逼出来的。讲真，高考挺浪费人才的啊，这个肯定也有吧。就是我们会出现这种，比如说有一些人才他不适合高考，就这些人就会被刷掉啊，这个事儿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把更多的人筛出来，这个就是吃的苦中苦吧。咱们从小受了这么多罪，把这个书念上来，肯定要比那帮快乐教育的人成才的比例还是要稍微高一些。但是你说人家说我欢欢乐乐的出去写歌去了，他其实也是成才了啊，只是对于咱们这种工业斯巴达的这个思路来说，这个不算。小时候压力大，财富自由以后容易躺平啊，这个有啊，有人躺平了，也有人再去追求。像原来我们做基金的时候，有一个 LP，他呢就是做游戏，把钱挣到几个亿到手了，然后就说我现在要去追求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去了，对吧？然后就去这个跑去埃及那边创业去了，很神奇，都是可以的呀。自下而上模式，换句话就是吃饱了撑的啊，这个不能这么讲。现在很多的这种创新方式，或者说前进方式都是自下而上。没考上大学的一个亲戚家的小孩留学澳大利亚，先后入职谷歌、亚马逊和 TikTok 啊，挺好的呀。就国内的这个叫什么呢？就是高考制度肯定是会漏掉一些人的啊，这个是正常的。现在 A 股成交量天天过万亿啊，也就是1万多些，现在是刷子什么东西？老范对其他国家的教育还是有点太误解了。突然想起来那位中专数学天才的故事啊，这个也没什么可误解的。学学量化，这个兼职炒币怎么样？这个你会被人坑死的，这个没什么好说的。Gemini Deep Research 有没有开始用啊？好用吗？我试过几次啊，感觉反正没太感觉出来。Gemini 现在从1.5 Pro 以后的版本都是 MOE 啊，然后那个谁啊，腾讯的这个模型啊，腾讯的这个叫什么模型，应该也是 MOE 啊，但现在大家都在往这块走，不想接触 A 股，我也不想。这个适应不了高考，还是能在高考里边走出来的，感觉都不是一般人啊。例如我啊，这个你很厉害啊，没什么问题。雷军为什么能从一个软件人才转型成为一个硬件供应商管理大师呢？能力模型完全不一样啊，其实也没有什么不一样。雷军呢，实际上是一个细节大师啊，他在这块上其实折磨的我们原来不要不要的。对，你甭管是做软件、做硬件、做品牌管理，他真正注重的只有就是细节。其实几年前关于企业管理的讨论就有过，是不是自下而上更有效？因为互联网之后，业务变化非常快，传统模式会让公司掉队。是的，但是呢，国内其实还是喜欢一言堂，老大说了算这种事情，对吧？这个就算你是老大的兄弟，老大想让你滚蛋的时候，你也得滚蛋。所以呢，就不太会有那么多的自下而上的创新啊，这个事儿很难。跟我们整个的这个管理习惯不太匹配啊。这个直播又来晚了，不晚不晚，今天已经扯了1个半小时了。今天的故事看来，大家的这个聊天不是很踊跃啊。如果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的话，我就准备早点休息了啊。我看看啊，第一次在国内赶上直播，快7年没回来国了啊，各种不适应。这个
慢慢适应吧。这么多公司好像就英伟达在这波赚到钱了啊，其他公司烧了很多钱。AI 这到底有啥实际应用啊？其实应用已经很多了啊，现在非常非常多，已经用起来了。京东采购啊，也好像是自下而上的案例。他们不叫采购，他们叫采销啊，这个挺好玩的一个职位。他们确实是有挺大的这个管理权的。炒股炒币，只要是牛市，你随便买就赚，就是牛来了，你怕不怕入场？这个不能这么讲啊，就是真正做量化做得好的，就是你是一个相对规律的市场的话，牛熊都是赚钱。因为我记得他们原来跟我讲过，就是量化交易最害怕的是什么？最害怕的是直着这么涨上去，或者是直着这么跌下来。你如果是有一定的波动，他们其实是相对来说更容易挣到钱的。里头你比如说像咱们做波段什么，就是量化交易的其中一种啊。量化不一定是高频啊，高频算是量化交易中的一种啊，做波段也是量化交易中的一种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美国的好高中毕业生大面积都学了2年的大学课程，不但包括欧洲美术史，而且包括微积分这些学习能力的筛选不是筛选，不需要苦读啊。当然，即使他们一般也读不了中专，数学天才读过的什么这个偏微分方程啊，这个其实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美国呢有它的教育方式啊，这个，但是呢，它那种教育方式呢，还是说叫因材施教，就是你能干这个事儿呢，你就去干，或者你喜欢干这个事儿呢，你就去干，如果你不喜欢，你不是这块料呢，你有很多其他的路径走下去，对吧？这个我觉得没说错吧？这个卡尔加厨，对吧？不用为美国人叫冤啊。但是中国是不一样的，中国是甭管你喜不喜欢、爱不爱，对吧？是不是这块料，你都得给我上，不上你就要输在起跑线上，你就要以后就要受穷，你就要出去送外卖。当然，现在上了以后到35岁还是要出去送外卖啊。这个，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很多原来并不那么喜欢这些大学课程，不喜欢欧洲美术史，不喜欢这些微积分的人，他最后也得上啊，他也上去了，对吧？那么这些人这些比例，在美国的话，可能人家就直接放任自流了。所以为什么我说在中国的比例高呢？对吧？你再想想怎么回来说这事儿。如果 AI 能发展到炒股的阶段，不就是顶级的量化交易员了吗？其实现在，量化已经可以用 AI 做大量的选股了啊。监控你的是实际应用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啊，这个也是。江平刺痛了谁啊？就是很多的学霸被江平刺痛了，他们觉得完全无法接受这件事情，也就这样了。99乘法表碾压外国人啊，这个99乘法表这个东西，我真的不知道外国真的就没有吗？是不是真的只有中国有？这个我不确定啊。这个我确实是在很多的抖音上看到这个，用99乘法表这件事情去嘲笑外国人的啊，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中国有。太不容易了，终于第一次赶上老范2025年的直播了啊！为老范这个挺啥点赞啊？这个后边这字不认识，没关系，咱们承认啊。高考不浪费人才，问题出于中专、大专在教育系统里分到的资源上啊，有好的中专、大专教育体系，那高考刷不刷一下就无关紧要了啊。中国其实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蓝领阶层啊，或者说中国的蓝领是完全没有受到任何保障的啊，这个是没有什么办法的。印度的乘法表到10几，你看人家也有，才发现这一期是2015年的第一个故事，对的。咱们2015年的1月1号呢是做的读评啊，然后今天呢是讲故事，讲下外企在国内的发展呗。现在外企还有前途吗？这事儿我哪知道？我只知道外企在不断的关门，外企在不断的离开，然后给的补偿还不错啊，这也就是咱们现在能看到外企的情况了。这个2025年第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英国是12×12的乘法表，哎，这个回头可以分享一下。乘法表又不实用啊，现在人手一个手机了，哎，这个就算了。印度是1919，1919应该是381是吧？我记得好像是这样，还是361，我忘记了。外企在不断的 N 加 N，是的，外企现在都跑了，因为他在国内他接不到生意嘛，接不到单，对吧？国内经常搞这个美国制裁严选这种事儿，谁制裁了谁就可以投标就投中，那你说这些外企在国内干什么呢？对吧？前几天还见到一个朋友啊，他是埃森哲跟微软做的一个系统集成公司，直接公司就原地解散了，没了，对吧？接不到单了，那你这事儿咋弄啊？现在都要求信创，要求国产替代了。对外企总是恶意的 N 加 N 啊，这个老嘲笑中国企业这个裁员了不好好给钱，那这事儿也没办法。那谁让咱们就是想偷机取巧呢？然后2023年就有外企抱怨过，被要求国产化，搞得业务没法做啊。这个现在依然在干这个事儿，还是在国产替代啊，对吧？那怎么办呢？我们还想让外企留下来，说我们要开放，到现在为止，我们小区也不让进特斯拉。油管大 V 罗宾宣布将大规模拉黑自己评论区的观众，不允许有任何刺耳的声音在他的地盘上存在。怎么看？这个我觉得啊，只要是大家不要在这儿，特别过分的骂人，或者说一些太让人这个就不要害人，不要坑人吧，对吧？你说一些特别过分的话，那这个事儿肯定是要拉黑的。像我呢，现在是，在我这发广告的啊，比如说那个什么啊，你的节目很好，然后那个但是我要那个转一个什么钱啊，这种我都统统举报。然后呢，还有这个，说我是什么什么功法特别好的这种我也都举报了啊。这个其他的其实我一般都留下了。我刚问这个 DeepSeek 梁文峰和 DeepSeek 有关系吗？回答说不知道。这个呢，你不能让他去做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你要让他带着搜索一起去问，他就会知道了。你让他不带搜索直接去做的话，他就可能会说不知道。老范还没说对，美国学生读书也未必就只是自己的兴趣，你只读微积分，不读西方美术史，要申请名校会被歧视。这个倒是啊，就是美国其实对于就是名校对于学生来说，他可能会要求你有这种人文的这个素养啊，这块是这样，因为我们原来问了一些留学中介，也确实讲的有这样的事情。这块儿呢，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啊，这个我觉得是有道理做这个事情。一个不能学习自己，一个不能学习自己觉得枯燥科目的学生未必是好学生，未来就业也未必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岗位。CTO 没准儿喜欢，成天去极限运动啊，但是你如果 CTO 每天呈现极限运动的话，我觉得肯定没有这个 CTO 每天，坐在家里头卷所有员工这个干的活儿多了。罗宾是谁没听说过啊？这个名字是听说过，但是这个人具体说什么的，然后做什么节目从来没看过啊。国产替代有一点点几率会成为一个起飞的机会吗？像韩国当初民族主义赌一把那样，我觉得不会有任何的起飞机会啊。原因是国产替代的大部分的钱其实都是被骗走的啊，这个事儿就不用想了。老范 YouTube 收入公布过吗？李币出来后，很多人都晒啊，这有什么可晒的？原来都晒过好多次。以后我们准备这样的数据只在会员频道里公布了，在这个外边就不讲了。美国全球 H1B 抢人才就好了，对，就跟美金全球输出通货膨胀是通胀通缩是一样的。是啊，川普现在不说嘛，说以后你只要敢到美国来上大学，大学一毕业我就给你发绿卡。虽然这个我觉得是个玩笑了，但是呢，这个就是好的年轻的他留下，对吧？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大家愿意去，那我就愿意要。至于那些非法移民，他把它清掉了以后，那你这个事情
好多事情还是需要有人做的嘛。那个留钱包恢复码是个什么欺诈套路，有知道的吗？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是我遇到这种就通通去举报。这几个礼拜已经少多了啊，就是前头有一段时间是每个礼拜有可能上百条这样的留言啊，这一周大概就是碰到了2条，这个已经算好很多了。你们说乘法表，突然想起以前刚开始用 C 复写加减乘除，崩溃到差点打电话跟家里说不玩了，转专业，这个有点过分啊。西方美术史杂乱的信息太庞大了啊，这个我倒不知道，因为我是没学过这门课啊，但我还是蛮喜欢的啊。不要让我考试，我觉得还是可以的。那个搞辟谷的最近有没有联系直播？哎呀，一直其实有联系，但是呢，我们两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时差，总是你一句我一句的说的，就老说不对啊，所以就没有把这个说起来。老范不缺这点钱，早财务自由了。这个我穷着呢啊，我缺钱，我要财务自由了，我就不在这天天做节目了，对吧？这个1月份我准备择期断更啊，包括这个春节2月初也准备休息休息。这个因为我已经连续的，就是除了生病之外，一直都在这个更新，大概已经更了3年多了啊。这个今年的1月份和2月份有可能会随机休息。这个国产替代会导致我们隔绝于世界吗？不会的，因为咱们精明着，还会四处出去抄的。国产替代是挺神奇的啊，第一层国企总包就把利润大头拿走了，下面做事民企苦苦挣扎，国产化的这个口号再好听也没用，是的，绝对没戏。印度人发明的阿拉伯数字和数字0很厉害，哎，印度人吗？为什么印度人发明了叫阿拉伯数字呢？啊，可能是阿拉伯人传进来的哈，这个是有可能的。有办法用豆包管理苹果的应用吗？现在没有啊，因为如果苹果不让他去管的话，苹果的权限是很严格的啊，他是没有这个能力的。这个毕业发绿卡纯粹不靠谱，传了好几年了。对，所以我说这就是个笑话嘛。但是川普敢说呀，对吧？去小米店里录视频录好了吗？还没呢。你们要真想看的话，我下个礼拜找一天，我到那边去开个直播去啊，在小米店里开个直播。对，TinyFu跑广州浪了，这个还不去溜溜？这个家里有太太有儿子，怎么出去呢？这没法出去啊，对吧？只能在家待着。自己做饭替代预制菜肯定有直接的好处，这个看怎么说了啊。我其实对预制菜并不歧视。过年没有老范会很无聊的，老范用1月随机休息嘛，这个还是怎么个章法？这个我觉得因为今年好像是1月29号过年吧，就是1月2月呢，有可能会随机的休息一下啊，因为现在感觉有点垃圾时间的状态，就是没有什么新的消息出来，对吧？我也不能每天在这儿跟大家闲扯一些没有的东西，所以会去稍微的休息一下。而且呢，每年在这个第一季度呢，都是广告最低的、最差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做的很多节目其实没有那么划算了。编程只用加法，实现加减乘除啊，经典算法题啊，这样的乘法不许笨加起来。这个我还没试过啊，太太就暂时放在家里吧，距离产生美嘛。这个距离是可以产生美，但是离开是要花钱的呀。这个互联网公司副总裁、总经理哪个大？真不一定啊，这个真的是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玩法。给你们讲一故事吧，就是我在猎豹移动的时候呢，一开始是这个傅盛是 CEO，然后呢徐明是 CTO，后来呢
招了一个这个新的 CTO 回来，叫范成功啊，叫 Charles Fan。他呢是原来 VMware 的这个全球副总裁啊，已经给他一个 CTO 的职位。那徐明就没地儿干了嘛，然后就给了他一个总裁的位置。然后呢，特逗，就是那一年呢就要去开这个年会，然后傅盛在上面讲话，说这个我们今年呢架构调整了啊，这个原来的 CTO 呢现在是总裁了，然后呢这个现在的 CTO 是谁谁谁啊，但是呢大家负责的区块还是原来这个区块，然后这个总裁呢，然后想了想，还是向 CTO 还是向 CEO 汇报吧，这个所以不同的公司真的不一样，你们不要太去纠结这个名字到底怎么起的问题。不直播了，你会发点帖子吗？应该会啊，这个有美好生活一定会去发帖的，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过年吃饺子，这个一定要吃的。我觉得比较神奇的是老黄发的机器人显卡，居然没什么讨论热度。这种叫做开发版的这种卡子，其实讨论热度一般都不会太高的啊。像谷歌也做过开发版，然后维塔好像也做过开发版，这个老黄也做开发版。老黄其实经常发开发版的，不是第一次了，经常做。然后西方美术史的脉络其实很清晰，我读了美国大学课程的西方美术史，然后和广州美术学院的教授吃饭，可以无缝聊美术，他们都不相信我真的不会画画。哎，这个很棒啊，你很厉害。最近没啥热点啊，要么老范可以总结一下自己的2024和自己的账号发展。我现在觉得账号已经没什么发展了，现在基本上陷入瓶颈。如果没有人推荐的话，这个一天可能涨个10几20个关注，也就这种水平了，对吧？还有很多以前点了关注的人现在也不看了，所以播放量也上不去。啊，这个我现在也在这个也没想明白应该怎么能够把节目做得更好，反正慢慢做着吧，有节目就做着。啊，先按这个路径接着往前走。这个有太太有儿子，这个对，这个胎内父是离婚了，然后他只有个姑娘啊，他没有儿子。之前是不是说过居民收入在 GDP 里头的占比？这个话题准备会聊。哎，我记得上次这个读评完了以后，应该聊过这个事儿吧？这个应该是讲过了，因为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人均 GDP。然后跟居民收入之间的一个比例啊，不是 GDP 总额啊。但是呢，中国的 GDP 因为有太多的政府的这种大基建项目在里边充数，所以呢，导致人均 GDP 很高。中国的人均 GDP 是1.3万美金，对吧？这个但是呢，中国的这个平均收入就是平均的年收入是1.3万美金的9%。1.3万美金基本上是10万还是十几万人民币吧，所以就是中国有大量的人是在一年是1万多块钱。富盛现在在干嘛啊？好像公司都不在北京，在北京还在做机器人，对吧？然后又开始讲大模型，就是猎豹也自己做了个大模型。嗯，偶尔看到这个什么罚款，像在国内的 YouTube，这种人就属于坏，对吧？你问这干嘛？我理解上市公司只有 CFO、CEO、COO 是对董事会有这个，其实不一定啊，其实不一定，每个公司都不一定。虽然老黄自己也自黑他的板子狗都嫌，但是我觉得那块板子挺好玩的，这个就可以了。就这种东西也不会卖太多嘛，对吧？大家自己去弄就好了。现在还有微信啊，有，只是呢，我一般也不太爱给人发，我这个人比较宅，别人不找我，我一般不找别人。这个骂街流量就来了，关键骂谁呢？这个在外网骂街容易翻车，是的，有很多人会有这种叫虚假安全的这种错觉，所以不能乱讲啊。这是什么？没看懂啊？是在网顶提是什么呀？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西方大公司的高管架构相当复杂，副总裁、高级副总裁、集团副总裁等等等等。当年我太太去花旗搞 IT，名片是助理副总裁，吓我一跳。这个反正这种大公司它是这样，就是每个公司自己有一套规矩，就是公司跟公司之间是不一样的，所以没有一定之规。王志安说油管推荐3要素对吗？不知道，没看过他说的是什么。这个今年就别再说，对，我是不得再说了啊，越做越烂了啊，这个我也觉得是没什么意思了。你的节目是慢热型的，刚开始看你节目的时候，没觉得很有意思，直播也看不下去，现在开始上瘾了，啊，直播回放也得看一遍。好，这个欢迎啊，这个其实是这样，这是一个叫做用户双向奔赴和双向筛选的一个过程，对吧？老范是那种会把钱都给儿子，还是小孩工作了以后就不管了的风格？这个没法说，就是从我的这个理性上来说，一定是小孩工作了就不管了，因为我从工作那一天就没有再从家里拿过1分钱，但是也没往家里交过钱啊，这个毕竟是独生子嘛。从儿子这一块来说呢，我也希望他上班了以后就能够独立，但如果真的独立不了，那该给还是得给呗。工信部今年说要搞好，好多万家 AI 工厂还在大力飞砖啊，搞吧，那怎么办呢？对吧？这么多做的这种垃圾芯片，你得把它用上。这个他以前啊，这个离婚了，看来这个秀恩爱那啥快啊，这个也不一定了，这个没有一定之规啊。去年好像有个叫 AK 弹丸的频道骂人就翻车了啊，是 AK 有时候还在我的频道里留个言啥的。这个绘声绘色演绎故事的那些，看多了也会疲啊。老范这种慢慢来比较耐看啊。感谢感谢啊，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这样。然后这周末的话，看吧，有故事我们就接着讲，对吧？反正我们就不强求了，没有故事我就歇了。然后大家周末愉快，再见。这个加图片破件，加图片这太累了，我感觉加图片还不如多录一期呢。哎，等会儿我还看看还有什么。美国高中的大学西方美术史要看很多美术作品。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有好处的啊，这个事儿我觉得是有好处，就是还是需要一些人文教育，否则的话人跟机器就没什么区别了。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再见，拜拜。